是钱就是留不住，这种是不是跟风水上面有关系？没办法拒这个妾，法拍的、公不起房的都是这么高的楼的。窗户啊、阳台啊这些有可能禁忌的，所以就裁来裁去。比如广州很典型的有一个豪宅，就是辉夜台，很多人住进去就破产，台都不好。那香港是哪个地方好？比如中环是不是很好？我是一个风水师，我进去他还要念至5000万。植物之类的品种跟我摆放的位置有讲究吗？如果你八字生落的话，你为什么要摆？我跟大家讲一个案例啊，怎么让这个木生活，让那个老板赚到很多钱。大家好，我是道源。年关将近，许多粉丝都私信来询问新年的运势走向，所以我决定12月31日前在 WhatsApp 群与大家做一次新年的指引，看看新的一年里有哪些时机值得把握，哪些潜在的危机我们需要提前的规避，事业上的贵人与机遇落在何处，丙午年火运太旺又会对我们的健康感情带来怎样的影响，我都会在群里给大家讲清楚。大家可以联系我的助理进群，提前进群的粉丝有机会拿到免费的个人分析名额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那还没有助理联系方式的，记得尽快添加 WhatsApp 85246198842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道源观觉频道，我是安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调研。那么这一期呢，我们就请老师给我们来讲一下居家风水吧。明明自己的工作很稳定，收入也不错，但是钱就是留不住，裁来裁去的，这种是不是跟风水上面有关系呢？这个第一个跟个人的八字，跟八字的财有关，第二个就是跟家里的气场和格局也会有关。那气场不好了，格局不好的话，就是留不住财呀。那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，哪一些风水最容易造成漏财的这种风险呢？举例现在的高楼，古人是没有办法建高楼的。那当然呢，跟科技有关了，是吧？是，因为建楼建得太高了以后，有很好的风啊，那么它那个风流通的太快啊，容易气场紊乱啊。20几楼、30几楼，你看主要是法拍的、公不起房的都是这么高的楼的，没办法拒这个妾。多少层算高呢？比如说以30层为例吧。就与过去的就是5层为最，但现在的话，因为我们现在高楼层了吧，是吧？也不要高于10层，很难聚气。除非做很多的这种风水布局。那除了我们楼层之外，我们家居里面哪一些布局啊？比如说像是窗户啊、阳台啊这些有什么禁忌？这些门和门之间，窗和窗之间，阳台和门之间，首先都不能对冲了，它就会难聚财了。就比如说阳台打开，对，然后阳台又对着门，这个肯定是漏财的了。因为风从这里进去，从后门又出来了，它从阳台刮风进来，又从大门出去了，所以就裁来裁去了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穿堂煞了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化解掉呢？这可能就用屏风啦，就挡掉，来屏风隔一下嘛。但是如果这个房子的先天不好的话，也是最好不要了。还是要看整个房屋的风水。对啊，所以你看，为什么我们现在去买一些房子，那些富豪愿意去住那里去？其实房子的结构其实都差不多，它无非是方向不同，无非是方位不同，无非是你的拉气口不同，所以好的房子的话，它的风水是还有讲究的。比如广州很典型的有一个豪宅，叫做什么？叫做辉夜台。辉夜台。很多人住进去就破产。第一，我认为它的风水极差，还有就是取名取的极差。辉夜台。对，台都不好。过去你看我们有断头台。台是搭一个很高的东西，然后的话就是高台嘛，高就是代表危险。所以辉夜台这个名字取得很差。广州现在有一个最贵的房价叫鹏润1号。据说现在已经50万1平方，对吧？我去那里看风水，我是一个风水师，我进去他还要念至5000万，你不然的风水都带不进去啊。对啊，这么夸张？就这么夸张。所以你看它里面的风水是每家每户都做的绝对是纳气。所以一个好的房子取名字也取得很好。古人讲取名字绝对不是乱取的。他说取什么凤凰路啊，什么龙啊，什么湾啊，什么滩啊，比如说取湾的、取滩的，它都是有龙脉啊。古人取名字是看到什么样的意象就取什么样的名字，所以这些带有龙、带有凤，这都不是什么凡人可以去的地方。你比如说香港有个城九龙城寨，那是龙住的地方，人怎么能居住那里？九龙城寨就好穷啊，是不是？九龙城寨就很乱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香港是哪个地方好？比如说中环是不是很好啊？对不对？是，你看取的名字，对吧？就是人住的地方，所以取名字也很关键。
讲的风水这个领域里面来啊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，比如说阳台和门，对，它里面还有结构，就是说还有厨房啦，还有厕所啦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下厨房上厕所，古人已经告诉我们，厨房应该在哪个方位，厕所应该在哪个方位。那不管是厕所里面，还是说你在卧室里面，还是你在客厅里面，可能都会有镜子啦，对不对？对。比如说里面的一些功能性的东西，比如说餐桌啦、床啦这些方位啦。那比如说我有一次跟别人去看风水，我去到了人家的那个卧室，我就说哦，你这个老公被你都磨得不成样子了。我说你老公平时睡哪边？他说我老公平时睡右边啊。那睡右边，我说你看我们风水有句话左青龙右白虎是吧？对。我说你右边做了一个这么高的这种柜子衣柜，那就白虎压青龙是不是？那你左边是个阳台，阳台那边呢没有高的，然后你老公又住右边，那不很惨？我说那你老公在这个房间里一点力量都没有，我说性功能很差。他说不要说隐私好不好？那你看穿了。对，不说隐私好不好，就是这就是他的床和他的衣柜之间的这个摆放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。所以人想要发财，他其实真的是在方方面面要去做布局的。现在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女孩子买房子是吧？我们要买大房子，然后女孩子一定要有一个衣帽间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很新这一套。衣帽间就可以防止这个女人破财。如果你家里的镜子多是吧？对。女人只要看到镜子就会拼命的消费，所以防止破财，就女人要给她一个衣帽间，她就在那个地方照镜子就好了，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就行了，在里面就可以了她不要到处都是镜子，这里镜子那里镜子，镜子多了以后容易什么？女人容易花心，男人也容易花心，还容易破裂。所以我们评论区的这些小伙伴们，如果你包里面有很多镜子的女性，一定要把你的镜子拿出来，影响到你的财富了。对。老师，其实我们有一些朋友，比如说我个人就很喜欢在家里摆一些像是绿植啊、植物之类的，品种跟我摆放的位置有讲究吗？如果你八字生弱的话，你为什么要摆？你不要养纯绿色的了，纯绿色的是木嘛，那你本身生弱，然后的话你就不要有官杀去克你，那当然就要加点红色的因素在里面喽。那如果不是红色的话，你在下面挂几个红灯笼也行喽。懂了。就把这个木变成火嘛。我跟大家讲一个案例怎么让这个木生火，让那个老板赚了很多钱，就是风水里面就我去他家办公室看，他八字金木，可是他的办公室门朝东南方开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木气。对啊。那你这个他又不能改这个结构，又不能怎么样，他就也是土，他就生动。所以呢，我要他放火气进来。那么我就在那个什么门头上面，给他绑了一匹马，入虎嘛，就是火嘛。那就是那的火气呢，源源不断的生滋生呢，这是风水上面的一些小的技巧吧，这样子。那其实厨房我知道它的方位如果不好的话，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人的财运跟健康。那厨房是在哪些具体的方位是最不好的呢？厨房呢都不要放西南，不要放西北了。厨房是火地嘛，对，火地你可以放南边是火了，是吧？比肩的地方呢，可以放东边了，是不是？属木嘛。厨房的那个水槽，我们现在洗菜都有水槽嘛，对不对？我给大家独家揭秘一下。独家揭秘。这个水槽很关键呢。我去人家里说你在家里很穷，今天破财，我什么都没看，我就看到厨房的水槽，你就是背对着那个灶台，左边就是破财，你的青龙位见水就破财，然后那个水池子在右边就发财。白虎是喜动不喜静，所以青龙这边流动的水哗啦哗啦哗啦洗财嘎啦嘎啦，那个龙气就不纯，它就不会在那里，你家里就没有贵气，男人也不行，改变一下水池子，就让你的厨房的财运就会提升高很多。那其实我觉得人的气场是不是也会让财留不住？我们很多人讲人的气场，人的气场是怎么来的？是他说环境的影响。然后你去了一个草原，你就可以看到生命力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本来一个很抑郁的人，没有人可以到草原上自杀的，只有那些看到干净水泥，然后的话人压抑，然后的人想逃离那个环境，人家想去跳楼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？我们人气是什么？是因为环境的这个气去决定的，而不是说人本身的能量还是很弱的。所以我们人就是有什么要择好的风水，而居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人就开始命运发生翻天覆地的这种变化。如果你想要聚财的话，就得把那场气留住，把它稳下来，把它留在这个空间里面，才能够聚财。因为这种空间里面，你看我们有四象，前九线，后玄武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对不对？这四象。那我们还有星宿，它都是在这个中间是吗？流转的。还有是什么？比如说我们头顶上要北斗星辰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经常会给人家布财局要布这个五鬼运财局，还有什么北斗七星阵，
是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地方，生活在这个周天之下，对，是吧？在某一个周天啊，某一个方位要有相应的东西存在来配合这个能量，那么这个能量是好。如果没有配合这个能量，它就很差。这是古人总结的一套我们人生存的方法，人如何与这个自然和谐，人如何与这个天地合一。有钱可以有钱，有权可以有权，什么都可以得到。我看风水，看的可不是说你自己一个罗盘看是一个，我看的是周天。如果你不能拿天地为用，这个房子就不好哦。知道吧？为什么别人找我布风水，布一个成一个，布一个成一个的原因就在这里。这就很多人连厨房这一点都没搞清楚。如果我们频道有一些小伙伴们也想知道自己的家是不是漏财的格局，也可以点开我们评论区的置顶链接，加入我们老师的 WhatsApp，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群聊，跟道元老师一起去探讨一下我们生活中的小风水。那我们这一期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，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。下期再见，拜拜！拜拜欢迎你订阅老师，老师一定会告诉你不一样的这种风水。拜拜。拜拜。